我希望爸爸变成可以跑很快，这样他就可以很快带我到学校。因为有时候我到学校后就已经是生气了，然后我没有时间看书。我要爸爸变成哆啦 A 梦，因为小叮当有很多玩具。变成孙悟空，变出来很多书给我看。可以变一只猪。我们在家里就练习记忆力。我是抱着平常心晋级的话，那就是一个 bonus 啦。我拿出来我所有的课本，然后他就仔细的读了一下。爸爸就让雨欣复习，然后爸爸没有复习。欢迎现场的爸比好小朋友们，欢迎收看《爸比我挺你》，来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非常好啊！今天又有4组呢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啊，那听说妈妈们也来到现场，是不是？把时间交给小晴。今天我们这边呢有4位妈妈来到现场，还有逸轩的姐姐也来到支持他们哦。那我们先跟镜头打下招呼吧 ，Hello。那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让妈妈先跟他们喊一下话吧。雨欣的妈妈，雨欣，你要挺爸爸哦，加油！爸爸和启乐要加油哦，以平常心对待就好了。爸爸和恩雅加油，玩得开心一点。轩轩和爸爸不要紧张，加油！加油！爸爸和孩子们，你们听到了吗？那我们把时间先交回给棚内。那有妈妈们的信心喊话，在场的各位呢，不知道是不是更有压力，还是会更放松？现在问一下乌奇啊，乌老师啊，今天叫乌爸爸哈，是啊，今天带着恩雅一起来上节目啊，第一次吗？第一次上节目，对，所以恩雅算是第一次，有看到这么多的镜头，会不会紧张？会。听说哦，恩雅本身也蛮喜欢唱歌的啊，因为从小她就有跟我去演出的地方，有时候她自己会跑上台抢麦克风，然后乱唱一番。哇！而且据我了解，你现在还有演这个音乐的舞台剧哦。就是我们有送她去歌舞团的那种训练班。OK， 等一下，恩雅哦，回答问题要讲话大大声哦。好。好，那下一个我们来问一下邱爸爸，有些爸爸是扮黑脸啊，你在家是属于搞笑的角色哈。是的，没错。怎么说？怎么说？轩轩他其中一个嗜好就是弹钢琴，然后妈妈对他有蛮高的要求。OK， 有时候也觉得，念得蛮心疼的。逸轩做错事的话，通常是谁会比较生气？妈妈。哦，其实在家里都是妈妈教他比较多，还是爸爸？都有啦，就大家分配。你觉得现在小学生的程度难吗？不简单，不简单啊，跟以前比起来是有难度，是不是？是的。好，那接下来呢，问一下王爸爸。王爸爸其实在家里是怎么去分配教学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忙，所以学习的方面都是由我太太去监督他。可是我跟启乐都有共同的嗜好，就是我们喜欢地理和科学，所以我会经常带他去图书馆借这类的书，借回来我们就一起读，一起讨论。啊，启乐，你最喜欢什么科目？数学还有科学。哎呦，那如果说你遇到不会的问题啊，你一般上会怎么办？如果是数学的题我不会，我会问妈妈。可是如果是科学的题，妈妈也有时候也是不会，所以我会去问爸爸。问爸爸。哦，很好很好。OK， 郭爸爸雨欣是比较好动的，是不是？是非常好动，任何的爱好、户外活动、户内的，他都很想参与。啊，真的。对，雨欣，据我了解，你有在学体操嘞？体操要做什么？在他们小时候，因为筋骨可能比较柔软、比较灵活，希望他从小就可以保持这样子比较好动的性格。不过我觉得学体操也很好，因为如果小朋友本身很好动啊，给他们一个管道啊，去抒发，对不对？就把那个体操课就回家就很好睡，就很累了，就没有力去烦你了，是不是？对 ，OK。所以聊了这么多哦，就是希望说你们放松一点点。反正等一下哦，爸爸如果答错，不用紧，你们帮他就好，好不好 ？OK。好。第一回合分2轮，每轮3分钟，4组轮流答题，每人有10秒作答时间。爸爸答对得10分，孩子补答得5分。
若无人答对，则进入下一题，由下一组作答，以此类推。OK， 准备好了吗？好了。好，第一回合第一轮现在开始。来，请看题目。谚语只要功夫深，下一句是什么？来，顾爸爸，铁棒磨成针，答对。下一题，成语填充。邱爸爸，什么不识什么？一个成语，头跟尾。好，时间到来。逸轩，一个成语，有没有想到？什么不识什么？时间到，好。下一题，念一念。王爸爸，头发发明。头发发明，答错。念一念。起了怎么念？头发发明，头发发明，答对。好，下一题，组词成句。哦，带着，正，母鸡，找，小鸡，食物。母鸡带着小鸡正找食物。答错。来，恩雅。会不会弄成一个句子？哎呀，时间到。好，下一题。腾腾早上10点30分出去找朋友，3个小时后回到家里，请问他到家时是几点？1点30分。1点30分，答对。好，下一题。100张10元钞票等于几张100元钞票？好，邱爸爸等于几张？10张。100元，10张，答对。好，下一题。辨识错别字。好，哪一个字是错的，讲出来就好了。最后一个字半。半，答对。好，下一题。填写正确答案。来，请说出来。9之后是什么？8。然后呢？5，然后呢？3，答对。好，下一题。吃月饼和提灯笼是什么节日的庆祝活动？中秋节。中秋节，答对。好，下一题。新加坡在哪一年独立？哪一年？1965。1965，答对。哇，最后1秒钟，给自己掌声鼓励。表现得很好哦。等一下第2回合我们从王家开始哈，觉得怎么样？讲一下刚才那个节奏，来，顾爸爸。挺快的，比想象中还快。还快是？对，蛮快的。有些题目真的不容易，虽然是2年级、3年级的，可是好紧张哦。很紧张哈。对啊。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目前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顾家，哇，30分。邱家是20分哈，第2名。另外2组不要气馁，王家跟吴家分别获得15分跟10分。等一下奋起直追。那刚才呢有答错的哦，我们来看看那个正确答案是什么。成语填充哦，什么不识什么，有没有人会的？路不拾遗。对，就是路不拾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诚实的意思，就在路上看到别人的东西不会拿走。哇，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厉害哦！来，下一题，吴爸爸给你多一次机会。母鸡正带着小鸡找食物。哦，恭喜答对。太迟了，今晚还是没门进了。那我们第1个回合第2轮现在开始。诗句填充。填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答对。好，下一题。谜语，旁边站个人。哦，猜一字。猜灯谜，旁边有站一个人，是哪一个字？入，错。来，恩雅，来，旁边站了一个人，是什么中文字？知道吗？有没有答案？哎呀，时间到。好，下一题。
词语填充，什么田什么夫？农。农，答对。好1公里等于多少公尺？ 100，答错。这个妹妹不可能知道。逸轩，请补答。 1000公尺。 1000公尺，答对。好，下一题。乐乐买午餐花了3元5角，弟弟的午餐比乐乐的便宜6角5分。请问弟弟的午餐多少钱？2块8毛半。答对。好，下一题。填写量词。我每次讲一什么树林，对，放弃。我没念过华文，1年级、2年级是念马来学校，然后3年级的时候才移来新加坡英文学校，然后第2语言继续念马来文，所以我从来没念过中文。哪一首歌的歌词有讲树林的？来，恩雅，一什么树林，懂不懂？你们随便讲都可以猜的，随便猜。哎呀，什么啊？好，下一题。我国国旗上的月亮代表什么？有月亮，有星星，月亮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宗教。宗教，答错。雨星懂不懂？雨星，补答。我们国旗对不对？有月亮，有星星，月亮代表什么？不懂。好，下一题。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主要有哪4大种族？时间到了，很可惜，很可惜。不过我还是让邱爸爸讲一下吧。华族、马来族、印族和我知道。其实真正的答案是欧亚族了 ，Eurasian 啊。恩雅，你知道哦？他知道，刚刚外面我在猜题的时候，我猜中这个。不过根据我们刚才的第2轮的表现暂时领先的还是孤家，恭喜40分王家追上来了，只差5分，35分。再来就是邱家的25分，以及乌爸爸的10分那刚才呢答错题目有哪一些？我们一题一题来看。旁边站个人嘞，就是念傍晚。来，下一题。一片。没错，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用一座森林啊，一座树林也是可以的但月亮代表什么？有人知道？年轻的国家。它其实叫做新月啦，就代表说新加坡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你觉得爸爸厉害吗？棒吗 ？OK。我们第2回合，我们加油好吗 ？1 2 3 4 5。轩轩他对科学还蛮有兴趣的，这对我们的下一轮比赛也有帮助。我蛮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爸爸一定会教我要怎么做那些手工。我有信心，因为我要把奖金带回家。欢迎回到爸比我挺你的节目现场在进行第2个回合之前呢，也想要了解一下各位爸爸在家里呢跟小朋友的互动先问一下乌爸爸好了，有没有跟恩雅一起做什么事情也是很难忘的？大概3年前，OK，他才5岁，那我们带他去了柬埔寨做义工，那边有一所给弱势儿童的学校。因为新加坡我们过得实在太幸福了 ，OK， 我们做家长的有时候我们也很宠坏他们，我想让他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对，最难忘的是恩雅5岁也帮忙包礼物啦、派礼物啦，然后5岁的他进去教室教英文。恩雅到柬埔寨做义工，你还记得吗？还记得，也给他们一只糖子。糖果。那你还有当小老师教英文会不会很累？很累对，我觉得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同时做善事也是很好。是的。好，那接下来问问邱爸爸好了。邱爸爸其实有做过什么事情，也是跟逸轩一起很难忘的吗？逸轩参加了一场
钢琴比赛哦，还蛮特别的。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呢，我们不能进去旁听。感到欣慰的是呢，他还是很勇敢的，就参与了这场比赛，而且还拿到不错的成绩。哇，逸轩，那当时会不会紧张？会。会啊。那问一下邱爸爸，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想要跟逸轩一起完成，但还没有做的？逸轩呢，他对大自然很有兴趣。OK。平时也爱看一些关于科学的杂志，希望可以跟他一起参与更多的环保的活动。这个同时也是爱护大自然啊，不错哈。好，那问一下王爸爸哦。刚刚有特别讲到说，跟齐乐有蛮多共同的嗜好，对，你们也蛮喜欢动物的是吗？对啊，因为我的太太一向其实她不喜欢动物，也很害怕动物，很害怕，所以每当有跟动物接触的活动，都是我和齐乐一起去进行。是，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我们到了澳大利亚波斯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很特别的动物园啊，它可以让你很近距离的接触动物，因为它没有围栏，所以那时候齐乐才5岁。他已经有跟动物接触的经验。问一下齐乐，好，你还记得吗？我还有一点点印象，就是那一次我很兴奋，因为我跟那些袋鼠袋鼠啊有接触，也喂他们吃食物，哇，还有和他们拍照。你们2位很喜欢动，妈妈不喜欢。对啊。哎呦，那怎么办？所以今年他9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到了这个圣淘沙的海豚公园啊。所以在海豚公园里，他其实要求了妈妈跟他一起去进行这个活动。我要让妈妈体验一下，然后我也是要让妈妈克服她的恐惧。哇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哦，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一起互动，那感觉很好。对 ，OK， 郭爸爸有没有跟雨欣出国旅游的经验？是，也是因为我们觉得雨欣在家里，我们的环境说华语说的比较少 ，OK， 所以在她4岁5岁的时候，就爸爸带着雨欣，我们2个人一起到台湾去，就想说，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大家都说中文嘛，对，然后他会比较愿意去用中文跟别人交谈。那次的旅行之后呢，爸爸成为雨欣最喜欢的人，哇，然后雨欣也比较愿意用中文。雨欣还记得吗？喜不喜欢？喜欢。爸爸也是会买一个 hotel 给我们啊！你说爸爸直接去台湾买hotel啊？哇，这么厉害啊！哇，失敬，原来是去那边小兵啊！就是那个你们住的饭店，对哦，他的饭店有建滑梯哦，可以从3楼滑到大堂，所以很适合亲子去。对，非常适合。那其实互动也是跟我们第2个回合是息息相关的哈。接下来要进行抢分数 PK 的环节啊，现在看看游戏的规则。第2回合共3题，4组参赛者首先按铃决定 PK 对手，再以1对1的方式进行手作活动。胜出者可获与难度等级相对应的分数，累积分数最高的2组将可晋级第3回合。欢迎曾金城博士，也是我们的顾问哦。好，我们就要来进行抢分了哈。待会会看到一个轮盘，一停了就立刻按你们前面的铃。请看轮盘，好，准备，好，OK， 最快的2组就是乌家还有邱家，可以进行抢答50分的题目，哇！这个对乌爸爸很重要，答对了，整个50分就拿下来了。OK， 邱爸爸也是哦，很重要的一题。那第2组就是王家跟姑家要 PK 的分数会是几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转盘。好，分数是只有20分哈。我想我们就尽力就好。爸最棒，加油！你们2个要加油哦。如果做得不好，什么后果？我们回家吃饭了。睡沙发。你觉得还有饭吃吗？OK， 好，2组都各就各位啊。哇，这一题50分，想必是有难度啊。你们看看桌上有什么？5大包绿豆，还有杯子。恩雅知道要干嘛吗？不知道哈。会不会是需要把绿豆分配在杯子里？可能是猜重量还是怎么样？知道。直接看题目就懂了哈。用纸杯叠高塔，至少3层，且可承重5公斤。
最快完成者胜。 So we need to build a 3-story pyramid with this. Oh, you need to put the whole bag on top and see if it So the falls. pyramid has to be a 4-corner pyramid. 没有 stick up 那个杯。OK。好，这一题的 PK 现在开始。来， When you want 要怎么建？你们就想象你们要建一个家。 So a 3-4-corner because it has to take the weight, right? 这样3层啊，4。 stick two。啊，杯子任你们使用。 build square. No, it has to be a pyramid. 3, 4, 4。哦，要小心，要小心。好危险，好危险，感觉随时会倒。哎呦，如果趴了就没有了，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哦。 不行，还没有，糟糕！邱爸爸，你要再调整一下，你那个不够稳，我觉得。没有调，我们要快。所以你们要想一下，这跟建房子很像哦，房子要又高又要稳。所以这个难度不是在于快哦，在要够稳哦。哦，快没有用，要够稳。怎么让它更稳？吴爸爸，你现在是有什么想法？我不需要用完这些杯吧？看你个人。 We're gonna have to use a lot. 好，我们看。好，完成。好，来举手。OK， 好。稳了。哎呦，糟糕！邱爸爸这一组哈，来，我们请博士近距离看一下，好吧？问一下曾博士，请问他们的这个算是成功的高塔吗？ 成功！哇，恭喜物价获得50分！哇！哦，我们现在看看一个正确的解答。这个整个关键就是在最后一层的那个纸杯的那个纸杯的面积。 所以你的面积越大的话，它可以分散的压力就越多，是，所以它可以承受更大的这个重量哈。对，所以刚才邱爸爸，我知道你的问题，可能你的最后一个是一个杯，对不对？对，就很不稳。你可能放2包还可以，3包哇开始有点摇了，第4、第5包就滑下来。所以可能刚才如果你杯子多一个哦，可能就可以完成哈。 啊，没有关系，还有机会哇！不过光这一题给你赚饱饱，直接50分啊！哇，所以有机会了哈。我是觉得幸运，手够快，所以做得很棒，今晚可以回家。那现在呢是辜家跟王家之间的对决，虽然说20分，但是因为4组现在分数都很接近哈，每一分都很重要哈，所以也要加油哈。OK， 来，现在看到桌上啊，你们觉得黄黄的是什么？油吧？油。OK， 你知道干嘛吗？可能要做一点化学的实验。OK， 问一下辜爸爸。挺复杂的，这个不知道好吃不好吃。有糖果是不是？对。我们现在看看问题是什么，好不好？来，请看。 不是熔岩灯，却能制造熔岩效果，最快完成者胜。所以熔岩灯啊，就是 lava lamp。那你们桌上看到有2粒呢，其实是那个泡腾片哦，就是我们喝维他命 C 啊，对，那种1粒丢进去就可以喝的那种。我把蓝色倒进去，会把去震那个油。要先把这个蓝色放在这里面，这个一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 effect。 明白吗？那应该放这个进这个啊。没有这个进去油，它不会有 physics effect。好，比赛马上开始。其实你们要想哦，这个颜料不一定要全部用哦，这油啊或水也不一定。对，看你们个人哈。其实2组他们就先放颜料，熔岩灯效果。一旦你们觉得有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举手了哈。然后我们的博士就可以去看
可是两位妈妈觉得步骤应该是什么？有油有水，应该是把颜色放在水里面，倒一点油进去，然后把泡腾片丢进去，它就会有制造那个气泡。气泡。雨欣妈妈，你看到就是爸爸刚刚的动作，好奇怪。其实喇叭 lamp 就是说，好像有一粒一粒的油泡、水泡在漂浮气泡。Yes, we can. I think we can. 不懂有没有？有吗？有就举手。王家有吗？好，来，王爸爸举手了哈。姑家也好了是吗？好，我们先看王家的完成品。博士，因为2家都完成了，你就先看，你先不要讲答案啊。好，你先看一下啊，然后你要做一个判断，你来公布这个成绩好不好？王家胜出。王家，哇，2家基本上都对。王家胜出是因为他们率先举手完成他们的作品，就是时间比较短，对，比较快。好，那博士要不要补充一下这个答案？油跟水是不相互溶解的。然后我们的那个色素，它会溶解在水，不溶解在油。OK 啊，因为油的密度比水的密度还低，所以油会漂浮在水的上方啊。OK， 所以当我们把那个泡腾片丢进水里面的时候，因为泡腾片里面含有柠檬酸跟小苏打 ，OK， 所以这2样化学物质会产生我们所谓的酸碱性效应，所以就有泡泡。对，就有那个2氧化碳。OK， 所以那个2氧化碳当它浮上的时候，它会同时带动带有那个色素的水，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熔岩的那个效果。啊，原来是这样子哈。恭喜王家可以获得20分。OK， 所以姑爸爸，虽然你第一个回合领先哦，是，但现在有点紧张，会不会？峰回路转。哦，峰回路转哈。第3题就很关键哦。好，那现在呢要进行就是第2回合第3题的抢分环节哦。吴家哦目前最高分了哈，就是肯定晋级，所以当然这个压力就落在另外3组人身上哈。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了啊。OK， 请转轮盘。好，刚才有看到是50分跟20分，这一题会是几分呢？不只是眼明，也要手快。好，哇！恭喜姑家还有邱家哦，可以进行 PK。OK， 哇，王爸爸差一点点，但是不要气馁，因为如果他们都答不对啊，你还有机会哦，很关键。来，有请2组。OK，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桌上啊有瓶子啊，有水啊，放在那个壶里面是热水，要小心哦。OK， 姑爸爸，你觉得要做什么？要做一个温度的实验。对，我想也是跟温度有关。我们马上来看看题目是不是跟温度有关。如何使玻璃瓶里的气球鼓起来？最快完成者胜。好，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因为跟这个温度有关哦，跟温度是有关的哈。水很烫要小心哦哈，不要烫到手哦。小心，爸爸要小心哦哈。气球要在玻璃瓶里面哦，里面不是外面哦，是里面哦。Take the glass。戴手套，戴手套，爸爸戴手套，很烫。爸爸哇，原来是传说中铁砂掌的掌门啊。爸爸已经疯了。哎，很 man 的一面哈，展现出来哈。爸爸的做法其实很果断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姑家哈，刚刚是先把那个瓶泡进冷水，再泡进热水。I think need to put the other way around. OK， 好了，炫，好。OK， 好，举手就不要再动了。好，那我们请博士去看一下。就是你把水倒掉，对，可能要把水倒，看是不是？还
是有了哈。好像气球是在外面。对。哦，是要在里面。在里面，对，没有关系，没关系，已经时间到了哈。刚才邱家是先举手，对。那他们的做法以及最后的成果，你觉得答案是对还是错？来，它有气球在瓶子里面鼓起来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算它胜。OK， 所以恭喜邱家答对。我想问一下邱爸爸，刚才你有在想是要怎么做吗？你的概念有没有说一下？之前就是我只往里面灌水嘛，可是那个水一直被就溢出来，流出来。对。所以后来才想到说，把它放进去会有一个热胀冷缩的那个效果。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原理呢？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解答，好不好？来，请看。当我们往瓶子倒热水的时候，水蒸气会把瓶子里面的空气排出来。我们之后把套上气球那个瓶子放在冷水里面的时候，因为里面的水蒸气会冷却，变成液态水。OK， 所以气压就降低了。哦，但是外面的大气层的气压还是一样，所以它会使气球在瓶子里面膨胀起来。对。哦，所以邱爸爸这个算是答对了，再次恭喜！哇，很遗憾的哈，这个顾家跟雨欣哈没有答对哈，好不好玩？至少可以来体验一下，对不对？哎呦，雨欣会有点难过哈，好玩就好啦，对不对？爸爸给他抱抱鼓励一下啊。OK， 所以能够晋级到下一个回合的，还是要恭喜就是邱家以及乌家，恭喜两组。那王爸爸跟那个琪的很可惜耶。其实在今天玩得很开心，所以也没有遗憾了。是。顾爸爸有没有什么话鼓励的话对雨欣说？雨欣，我们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会失败，没有关系，知不知道？雨欣在加油，好不好？好，没事哈。好，那虽然两组呢没有办法晋级，但是个别可以获得现金奖250元，哇！他就是很好胜，人生就是这样嘛，有起起落落。哦，琪乐妈妈呢，觉得他们今天表现，我觉得他们表现很好哎，他们就是输在抢铃，要不也是有机会。你儿子很棒，他是最能够表达的一个小孩。爸爸也很棒，我要给爸爸功劳。也是，两位一起合作，然后共同去完成这些任务，已经不简单。第3回合共3题，每题分2个部分，爸爸负责解答第1部分的数学或拼音题，再由孩子完成第2部分的开格子挑战。3题结束，积分最高的就是今天的优胜队伍。All right， 哇，现在来到第3回合，是很精彩的逆转秀哈，两组刚好在第1个回合都是落后的，没错。结果在第2回合就携手晋级哈。逸轩妈妈说，爸爸这样做实验还可以晋级，很惊讶。很惊讶。我问一下逸轩的妈妈哦，平时在家里，爸爸也是做事情是这么快很准的吗？对，很快，他做事情很快。OK， 看完第1个回合。这个乌妈妈会不会觉得，哎呀，应该没机会了？对，我们现在可以走了。我应该可以准备包包要拿好了。哎，结果想不到。她说老公可以进房门了，今天。哦。本来说要睡客厅，对。OK。好，那在进行第3回合之前呢，就是我们之前的分数完全归零，所以呢，我们是重新开始比拼，所以每一题都很重要啊。对，其实这1个回合呢，就是要考你们的记忆力啦。第1道题目呢，就会有9个宫格，然后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把里面的内容记住。9个格子，有数字，有符号，然后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考小朋友们的记忆力了哈。啊，有加减乘啊，还有不同的数字，有个位，有双位数都有。而且1分钟时间真的是有点短哦。其实这个算简单了，等一下可能难度提升哈。没错。对于小朋友来说，2年级。不知道会不会太难？加油哦！我们最后5秒钟。好，倒数3、2、1，好，时间到，请关宫格。OK， 问题就是25。根据刚才
你们看到的数字跟符号。好，来，逸轩阿玲 ，OK， 有了。好，逸轩，你看到的第一个号码是什么？在哪里？C1是什么？30。好 ，C1 是不是30呢？是的。呼了一口气啊。对。哦，还好。好，现在要继续开第二个格子，你要开的是什么 ？B2 是什么呢 ？Minus 是减，对不对？好 ，B2 请开。哇！如果你再答对，你就可以获得这一题的分数哈，总共是10分。第三个要开的格子是 A3 是什么呢？5 A3 5，来，请看。 5呢？是的。哇，恭喜答对，拿到第一题的分数。好，可以获得10分。来，我问一下这个乌爸爸哈，这一题好像稍微动作慢一点，你是卡在什么地方？想得太复杂了。我把它想成说我要用完所有的数字，然后变成25。后来想来想去，其实不是，很简单，才发现原来是很简单。那你就不要想太多，放松 ，relax。OK， 第二题分数更多喽哈，价值15分。第二题呢，我们将会有12个宫格，然后你们也只有1分钟的时间要把里面的内容记住。汉语拼音难度是在还有这个声调，对吧？对，有4声，对不对？所以第几声也是关键哦。2位爸爸的汉语拼音程度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 OK， 邱爸爸呢？尽力啊。关键是发音要标准哦，讲错可能就是发音不对哈。还有10秒。好，最后的5秒钟，哎，12个格子哈，难度提升。时间到。好，时间到，请关格子。好，第二题问题。 这个我们就不能说出来了。这2个字怎么拼？请写下来。这2个什么字啊？不是，我不会念。妈妈说，因为爸爸以前是学马来语，对，所以华语的话有点难度。好，在节日里面或生日会送什么？生日什么 ？OK， 懂了啊。好，来，对，邱爸爸的答案是正确，可以按send了哦。逸轩看到了啊。好，这个逸轩，你要开的第一个格子是什么？ D1 是什么呢 ？L D1， 请开。恭喜。是的。那第2个这个逸轩要开的格子是哪一个呢 ？B3 I 第几声？第3声。第3声，请看。哇哦。OK， 乌爸爸，你的第一个是对了，第2个的可能不太对，可能再写一下。 你看清楚一点。接下来，逸轩，第3个你要开的格子是什么 ？C3 W。好 ，C3是不是 W？ 请看。哇，厉害哦。OK， 乌爸爸，你的答案是对的，赶快按send。我们来问问逸轩哈，请问最后一个格子你要开的是什么 ？D2。D2是什么 ？U。 然后第几声？第4声。这2个字怎么念？礼物。礼物嘛，请看。D2 是对的。哇，真的是哦，是念礼物哦，哇，所以可以获得15分，目前是25分领先。哎，我想问一下逸轩，你是怎么背的？我就把它拼在像一个字一样，我就读起来。哦，他们在脑中有自己的一个组织的方法。是。哎，那我想问吴爸爸，其实你本身之前是受马来教育，所以中文字读的话是不太行，是吗？因为我的中文都是自修的。了解，没关系，因为最后一题呢，价值30分，所以你还是可以完成逆转秀。OK。第3道题目呢，也是有12个宫格，你们也是有1分钟的时间把里面的内容记住。好。12个英文字母，那当然有不同的声调。然后这一题的难度蛮高的，是因为有些甚至蛮接近的。对啊，位置还很接近。位置也接近。
拼的位置啊什么的都要注意哦。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汉语拼音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啦。有些我们都会忘记。真的。还有3秒。好，时间到，请关宫格。哇，这一题感觉是有难度的哈，请看题目。来，乌爸爸吃一些甜点会吃什么？赶快写，赶快写，知道赶快写。有碰过的。OK， 邱爸爸，你的答案是错的，你的第一个是错的。OK， 乌爸爸是对的，可以按3。OK， 有了，哇，那个邱爸爸，你的第一个还是错的。来，恩雅，可以先回答，你要看第一个格子是什么 ？B1 是什么呢 ？L。好，是不是 L 呢？我们来看一下。哇，终于轮到恩雅了哈。第二个要开的格子是什么？是 D2。第二啊，在是什么东西里面 ？U 有2个点。有2个点，然后呢？第4。U 2个点，第4声。我们来看一下，请开。D2。哇！好，这个邱爸爸加油哈，接近了，接近了哈。好，来，恩雅，请继续回答哈。来，下一个你要开的在哪里 ？A1 是什么？是 D。好 ，A1 是不是 D 呢？请看。这是对了。好 ，OK， 邱爸爸答对了哈。所以跟那个恩雅讲一下哦，接下来的很关键，因为你一答错，对方就可以补答喽。哦。D1 是什么在里面 ？O， 然后呢？第4声。好 ，D1 O 第4声，请开。哦，不是，好是 I 哦。好，逸轩，现在你觉得要开的格子是哪一个 ？D2 O 第4声，请看。哇 ，OK， 如果这一题答对，你就是今天的优胜者喽。没错。所以逸轩有没有信心？有哈。最后一个格子要开的是什么呢？逸轩 ？C2 U。C2 是 U，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正确的答案。没错。恭喜！哇！其实恩雅也做得很好啦。对，30分，恩雅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也很棒了，真的。来问一下逸轩，这2个字怎么念？绿豆。绿豆哈。其实这个绿豆的绿啊，这个 U 啊，它有些时候这个点是有在，有些时候点是不在的哈。为什么呢？对，就比如说呢，你这个 U 遇到 N 或者是 L。那2个点是保留的，它的一个规则。那如果呢是遇到 G7C 的话呢，那2个点就没有了。那今天呢，虽然这个乌爸爸哈没有获得最终胜利，但是还是可以获得现金奖500元。好，那当然也是要恭喜邱家、逸轩可以获得现金1000元。那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啦，最重要是整个过程中有很美好的回忆，那才是最重要的哈。享受就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下个礼拜请记得锁定爸比我听你，谢谢大家。我觉得今天爸爸的表现很好。今天爸爸是很厉害。今天而已吗？可以跟轩轩过关斩将的。赢得了比赛是毕生难忘的经验啊！虽然到了最后我们还是败了，可是我看到我的女儿她的稳定跟她的反应啊，今天告诉我，我女儿已经渐渐成熟了。今天的奖金你会全部给我吗？不会。